世界简报。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美国商务部常担忧中国对美国公司的举动。彭博社，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在与中国商务部长会晤时，对中国最近对美国公司采取的行动表示担忧。这是2年多来中国官员对美国的最高级别访问。双方还讨论了与美中商业关系有关的问题和潜在的合作领域。虽然这次访问反映了中国官员更频繁的出访的趋势，但也是在拜登政府推动防止关系在一系列事件后恶化之际进行的。美中贸易和商业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而雷蒙多的部门带头限制向中国出口晶圆制造技术。人工智慧有能力杀死很多人，前谷歌首席执行官警告说。悉尼先驱晨报。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很多人可能会被人工智慧杀死。他担心快速发展的技术会带来生存风险。施密特将这种情况与核技术进行了比较。核技术是根据浓缩铀的稀缺性进行监管的。由于人工智慧很容易在硬碟驱动器和 USB 记忆棒上扩散，因此更难控制。此前，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 Rishi Sunak 在唐宁街与世界顶级技术实验室的高管举行了会议。拜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人选受到赞扬，确认可能会遇到障碍。国会山报。拜登总统已选择空军参谋长小查理斯·布朗将军作为他的下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尽管他的确认过程可能会造成一些困难的障碍。由于共和党参议员汤米·特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在使用五角大楼资金援助部队方面存在分歧，参议院目前有200多项高级军事任命被搁置。然而 Tuberville 表示他非常尊重布朗。布朗还可能面临共和党参议员对美国国防部唤醒政策的尖锐问题。美国贸易负责人呼吁对全球挑战进行新思考。日经亚洲。美国贸易代表凯撒琳·戴 Catherine Ta 呼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贸易部长寻找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供应链中断、气候问题和不平等等挑战。戴呼吁部长们在最近的世贸组织协议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促进有利于工人的可持续贸易。这些评论是在底特律举行的为期2天的会议之前发表的。该会议的特点是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几十年前，在高中杀害华盛顿青少年的男子被判45年。多伦多星报。美国法院越来越依赖使用 DNA 资料库的遗传谱系来解决冷案。其中一起案件涉及1991年在华盛顿州谋杀16岁的 Sarah Yarborough， 该案近30年来一直悬而未决。在试图将现场发现的 DNA 与现有记录相匹配失败后，侦探们转向遗传谱系，并专注于可能的嫌疑人和被定罪的性犯罪者派翠克·尼古拉斯。他们使用废弃烟头的法医 DNA 分析来验证匹配，并获得了1级谋杀罪，并于11月18日宣判。为什么瓦格纳老板说俄罗斯可能会输掉战争？国会山报。瓦格纳集团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 Yevgeny Prigozhin 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没有提供有意义的结果，并有可能在俄罗斯引发革命，从而加剧了与俄罗斯政府的紧张关系。他还赞扬了乌克兰军队的力量，并批评了他认为正在利用冲突的俄罗斯人。经常批评克里姆林宫的普里戈任认为，应该更积极地起诉这场战争。据信，他在俄罗斯有政治野心，他认为自己是民粹主义领导人。瓦格纳集团是一支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私人雇佣军部队。男子在加州监狱服刑33年后被宣布无罪。多伦多星报。55岁的加州男子丹尼尔·索尔达纳 Daniel Saldana 因谋杀未遂入狱33年后被宣布无罪并获释。索尔达纳被释放后，另一名被定罪的肇事者在2017年的假释听证会上告诉当局，索尔达纳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枪击事件，他在事件中不在场。索尔达纳于1990年因身份错误而被定罪并判处45年无期徒刑，并在听证会后又被判处6年监禁后获释。Legout 说，魁北克将要求经济移民在抵达前说法语。加拿大环球邮报。魁北克省省长弗朗索瓦莱高 François Legault 表示，几乎所有到该省的经济移民在抵达之前都需要说法语。该声明发布之际，该省正在考虑到2027年将其每年接受的人数从5万人增加到6万人。
增长将来自那些通过经济移民流抵达的人，而不是来自家庭团聚计划或难民。Legault 此前曾表示，每年接受超过5万名移民对该省来说是自杀式的，但现在认为讲法语的移民不会威胁到该省的文化和语言。肯亚官员驳斥路透社关于中国骇客攻击的报道式宣传。路透社，肯亚负责国内安全和国家行政事务的首席秘书雷蒙德·奥莫洛 Raymond Omolo 驳斥了路透社的一份报告，称中国骇客对肯亚的主要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数字入侵，包括其国防部和外交部。两位消息人士推测，这次骇客攻击是为了获取有关肯亚对中国债务的资讯。肯亚的政府网络基础设施是由中国提供的，导致奥莫洛先生暗示中国可能已经渗透了肯亚的系统本身。对纳粹旗帜和制服将在拍卖会上出售感到沮丧。英国每日电讯，坎特伯雷拍卖画廊 Canterbury Auction Gallery 因出售一系列纳粹纪念品而面临异议。全能神教会将于下周日拍卖一系列旗帜、臂章、奖章、头盔和制服，其中包括纳粹标志。犹太教堂和大学教授谴责了这笔交易，呼吁将这些物品作为博物馆展览的一部分。虽然在法国、奥地利和德国销售纳粹纪念品是非法的，但英国尚未禁止这种贸易。CAG 的军事专家大卫·派克 David Parker 认为，缓存是长期全球贸易的一部分。巴西错位的审查政策有可能切断言论自由，尽管有虚假资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随着社交媒体使虚假信息运动和病毒式谎言得以传播，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正在努力解决如何规范这些平台上的内容审核和言论自由的问题。在巴西，最近的事件使人们对言论自由的局限性提出了质疑。社交媒体平台在该国政治中发挥了特别强大的作用，包括在最近的总统选举期间。2022年1月，对巴西权力席位的暴力袭击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压力，要求打击虚假资讯并逮捕肇事者，包括通过审查措施。巴西法庭采用民事法律框架，法官拥有更大的调查权，司法机构成员已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某些社交媒体申请。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总统设立了2个新部门，一个工作组和一个指定网站，以处理虚假资讯。然而，该国的威权历史以及在平衡言论自由和言论法规方面的挑战，使这个问题变得特别复杂。巴西的内容审核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政府是否应该制定基于内容或观点的言论限制。尽管一些评论员主张限制言论是防止有害内容传播的一种方式，但民主国家的公民不能承受短视的想法。社交媒体监管政策可能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解决与公民教育、媒体素养和公众信任相关的问题，可能有助于长期减少虚假信息问题。在短期内，公司和政府必须在言论自由和言论监管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